You've probably heard that native speakers don't always say 你好. But is that really true? And if so, what do they say instead? In today's lesson, you'll learn real Chinese greetings, just like how people actually talk in daily life. I'll show you how to say hello and goodbye naturally, using real-life Mandarin phrases for different times and situations. I'm a native Chinese teacher with 15 plus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I believe the best way to speak Chinese fluently is through immersion. So later, I'll speak mostly in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to guide you. Stick around and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bonus learning resources to help you practice. Let's get started. 我是 Elena 老师，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你可能在中文课本里学过2个打招呼的用语，你好或您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中文母语者不太会这样打招呼，特别是跟熟人。那你好跟您好什么时候才会用呢？通常是在第一次见面比较正式的场合才会用到。例如初次见面的朋友，跟客户开会的时候，不熟的长辈，或是客服人员在服务客户的时候。举个简单的例子， Elena 说，你好，我是 ABC 公司的 Elena。 Alice 说，您好，我是 XYZ 公司的 Alice， 很高兴认识您。所以说你好或您好是比较有距离的用法，而且如果你在路上突然对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说你好，很可能会让对方觉得你别有居心哦。别有居心是一个常用的成语，意思是有其他的目的，像是想要推销东西、做市场调查，甚至想要搭讪。所以要小心用你好这个词，不然别人可能会误会哦。那么台湾人或中国人平常怎么跟人打招呼呢？下面是几个最常见的方式。1. Hello， 这个你一定听过。Hello 是从英文的 Hello 来的，虽然是个外来语，但是它非常常用，连中文字典都收录了。Hello 适合用来跟认识的人、朋友或同事打招呼。比如你可以跟朋友说 Hello， 你来啦。你好听起来太正式了，改说 Hello 听起来就比较自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2. 叫对方的名字或绰号。
这也是超级常见的打招呼方式。叫名字就像英文里说 Hey Sarah 一样，简单又自然。如果你想知道怎么帮你的台湾朋友或中国朋友取小名或绰号，可以参考第10集的节目。3. 早安，早上好，早啊，早。这些都是早上的问候语。根据你跟对方的关系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说法。早安是台湾人最常用的早上问候语，可以用在正式跟非正式的场合，但是在中国，人们比较常说早上好。早啊跟早，不管在台湾还是中国都很常用，也很口语，经常用在非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你可以跟邻居说：早啊，今天这么早出来运动啊。4. 吃饱了吗？你吃饭了吗？午安。吃在中华文化里是极为重要的，不管是在台湾还是中国，人们都非常重视吃。在台湾，人们会在午餐过后的时间用吃饱了吗作为问候语，而在中国，人们会说你吃饭了吗？或吃饭了吗？这其实不是真的想知道你吃饭了没，而是一种聊天开头的问候语。问候完了，就可以讨论接下来的话题。这只是一句问候语，所以就算你说自己没吃饭，对方也不太会说那我请你吃饭。午安用的比较少，如果你不想问对方吃饭了吗，也可以改说午安。5. 好久不见，最近过得好吗？这句话适合跟一阵子没见面的朋友说。比如，当你遇到好几个月没见面的朋友，可以说：哇，好久不见了，最近过得好吗？你的朋友可能会回答说：还不错啊，你呢？最近过得好吗？6. 根据对方的行动打招呼。中文母语者也经常用对方正在做的事情来开启对话，这样听起来既自然又亲切。比如，早上遇到牵着小狗的邻居，可以对他说：早啊，出来遛狗啊。或是傍晚遇到提着公事包的朋友，可以对他说：小明，你刚下班啊。打完招呼，总有要说再见的时候吧。接下来，我们来学几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道别语。1. 拜拜。这也是个外来语，是从英文 bye bye 翻译过来的。
这是一个超级口语，经常使用的道别语，比再见听起来更自然。比如结束跟朋友的谈话，你可以说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拜拜。2. 再见，这是比较正式的说法，通常在工作场合中比较常用。比如结束工作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你可以跟同事说，那我先离开了，再见。3. 明天见，下礼拜见，下星期见。如果预计明天或下礼拜会再跟对方见面，你可以跟对方说明天见，或下礼拜见，或下星期见。4. 下次见，如果不太确定下次跟对方见面的时间，你可以跟对方说下次见。5. 晚安，晚安跟早安或午安不太一样。晚安是睡前或是道别的时候会说的话，而且通常只跟家人或很熟的朋友说。如果是对陌生人、公司里的同事或不太熟的朋友，中文母语者通常不太会跟对方说晚安。比如在电话里跟好朋友结束谈话的时候，你可以说，好啦，我要去睡了，晚安。今天学了这么多的问候语和道别语，下次你见到中文母语者，就可以试着用这些更自然的句子来打招呼或说再见，会让你听起来更道地哦。现在你知道对于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问候语和道别语了吗？如果你有问题或有不同的想法，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To access related resources for this lesson and save time on your studies,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